若问黑神话悟空里哪一章的粪怪最多，我绝对给小西天投一票。就这一章的粪怪，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就都吊打前2章。大家好，我是旅游博主虚空独城。本期视频是我黑神话悟空考据式通关的第13期，我们继续慢通第3章小西天，挖掘所见文物的原型，建筑为主，其余为辅。上次我们干掉了亢金龙的人形态，为了节约时间，我直接开了宗门之力。其实如果自个儿练练，正常过它问题不大，死个4、5、14就差不多了。然后孙悟空控制亢金龙的龙形态，撞开了金脑，救出了猪八戒，把猪八戒做成黑猪造型是合理的，因为黑猪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猪。但直到现在我也没明白，猪八戒的体型应该是很大的，不知道为什么做的这么小。不过猪八戒的台词设计好，配音的质量也高，所以关于体型小的疑问也就不叫个事儿了。然后我们在这龟岛上边探索，先升起无人机探一探，我们发现这岛上没什么建筑，倒是省事了。不过小西天的粪怪未免多了些，这种伸出来的大触须也够恶心人了，我看是时候给你阉割一下了。在地图的边缘，我们能找到青背龙，我早听说这货难打，节省时间要紧。走你，拜拜了您嘞！这里开出了一件酒食，叫做12重楼胶。古人认为人的喉咙有12节，所以常把人的喉咙称为12重楼。这个词儿在《封神演义》中是一个较为常用的词，放这边也合理，毕竟酒食也是要下咽喉的。而此处出现的箱子，还是之前说过的法门寺宝函。这个文物原型我们知道的比较早，当初公布小离龙 BOSS 的时候，网友就把这个文物原型给挖出来了。话都说到这儿了，就顺便说说小离龙吧。我这时候等级很高了，打小离龙就用不着宗门之力了，毕竟游戏的乐趣能保留一点是一点。开场先给个3豆闷棍，然后趁着小离龙脑瓜子嗡嗡的，赶紧召唤猴子猴孙放定身术，然后上去就是一顿抡棍花。等抡到4豆就来个金刚大倒锤，然后他放技能的时候我都残血了，才想到躲到石头上边趁机回血，然后找机会再给个重棍，再给他放一个老汉推车，最后这一丝血就交给广智的重击吧。小离龙就这么搞定了。4毒之龙已过其3，小离龙给的箱子和其他4毒神龙一样，都是法门寺宝函，这个不多说。附近石头上这些字非常清晰，这就非常好考证了，这上面所刻的还是金刚经。小离龙场景有很多的塔，距离我们最近的是这座倒塌的塔，它就是位于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寺的5代舍利石塔。我换了个角度，这样看起来就更清晰了。最后我们在靠近乌龟头部的位置找到八戒，准备离开这边。原来真武大帝旗下有龟蛇2将，这老龟便是龟将，他挂念着蛇将的安危，所以让我们去探一探。现在我们在苦海北岸出发，先往左手边走，这边的寺院里有一个重要的支线剧情得过。我们面前这座塔便是山东济南灵岩寺木塔群的附庸，之前说过，这里不再赘述。寺院的山门也就是进小西天第1道门的附庸，这是个复杂版的断岩升降口结构，门下有熟悉的垂花柱。现在我们准备进去，等会儿这边有个细节之前没说，这2侧的天王弹琵琶浮雕造像就取景自北京居庸关的云台石刻，后边出现的全部天王弹琵琶浮雕用的都是这同一款，没有4大天王，只有1大天王反复营业。而这个大圆肚子石塔，它也取景自灵岩寺木塔群，但在游戏中就只用了上半截。然后我们在这个大殿的门口看到了3个带翅膀的魔将围着一个人，看来这又是个刀下救人的桥段。像这种怪都属于是白给，更何况还有周二叔帮着打，很快就搞定了。然后我们就去找那个被围住的人跟他对话，为了保险起见，我一直对话到出现重复台词才停止的。然后我们来看看这座大殿，这是一座歇山顶的大殿，但是怎么越看越眼熟呢？仔细看才发现，这不是第1章的观音禅院里第一进院落的配电素材复用吗？看屋顶的瓦座以及脊兽的造型，檐下的木座造型，还有这些位置奇怪的柱子以及一模一样的木栏杆，各处细节都一模一样，也就前边的装饰品不一样，后边的大殿是一毛一样。升起无人机后居然还有意外收获，这有一座滋毛炸鬼的天王历史塑像，怀里还抱着个小和尚，这个本该在第3集说的，但第3集不是没更吗？所以这里说一句，后边的天王历史塑像很有可能是按照日本奈良东大寺的天王历史改造出来的，日本就专门产这种滋毛炸鬼的阴间历史。湖水后边这座石塔则是山西省长治市平顺县明慧大师塔素材的附庸。湖水上边这个酒则是一种名叫蓝桥风月的酒，正好我们趁着这个机会说说现有的酒水吧。先用科技把现有的酒水升级起来。先说新拿掉的蓝桥风月，它的文物原型是故宫所藏的唐三彩凤首壶，可惜去逛故宫时没注意过它。高二酿我们之前说过了，
现在我们把它升级为干和烧，它的文物原型则是盘灰纹鸟盖袍壶，图片来自山西运城博物馆，但这个只能升级一次吗？然后我们把现有的椰子酒升级到5年陈，它的文物原型是唐代3彩双龙耳瓶，巡礼可以去深圳博物馆，收藏可以到拍卖网站上购买，价格仅为$8000到1万。然后我们把椰子酒升级到10年陈，它的文物原型为元代景德镇窑青花凤首扁壶，它被收藏于首都博物馆，这个巡礼起来就方便了。18年陈的没找到，所以直接跳到30年陈。与它最像的文物原型是没有盖子的春秋错金银壶，现藏于陕西宝鸡博物馆。再升级就是猴儿酿了，这个相对还是好找的，它就是唐代的彩色釉陶贴花龙首直壶，现存于上海博物馆。上海的天命人巡礼总算是方便一次了。升到最高级就是玉液了，这个瓶子在戒网 MV 里就出现过，所以早就被人扒出来了。它的文物原型便是这件北宋青白釉仙人吹笙直壶，它在2023年于美国某场拍卖会上出现过。如果不想去美国买它，可以到安徽宿松看这件平替版。我更推荐你们去宿松，因为第4章取景地白崖寨也在宿松。第1章取景的天柱山距离宿松白崖寨仅80公里路程，一脚油门巡礼3个地方，岂不美哉？好，现有的酒我们都考据完了，该帮老龟办正事去了，也就是在苦海北岸出发，去另一端找蛇将存在的痕迹。路上能看到很多巨大的骨头，这事情大大的不妙啊！现在这个被我锁定的怪，它也取景自山西高平铁佛寺主佛下方的造像，这个和游戏原画比起来还是有一定差距的。但关注过这些信息的人，还是一眼就能认出来它。来到大骨头的附近，刚想互动，就看到有敌人过来了。我一看，哦，原来是无量符，这个 BOSS 一定要在这时候赶紧打了，如果不打他打了黄梅，这个就没得打了。这是个什么粪 BOSS 啊，总在天上飞，没完没了的飞，让我打没血了就往上面飞，飞起来就冲我，就是不下来。那好啊，你不讲武德，我也不讲武德，走你。不过现在这一次还不算是彻底打死他，将来据说要到后面再去打他一次。看到眼前这巨大的白骨，我就突然想起了曹操的龟虽寿，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成物，终为土灰。而今蛇将已化白骨，只剩老龟独自活在世间，为他落泪。逝者已矣，生者却还要遭受时间的凌迟。不过朱二叔提醒我说，老龟留下的泪滴大有用处，这一定得拿着，万一将来有用呢？我趟着海水找了半天，其实这东西在岸边上，希望你们别踩我的坑。两边走完了，该走中路了。小西天的粪怪是真的多，这个海上僧可以说是各中翘楚了。这仅仅是遇到一个普通的，就给我一套连死了。这才是小西天800里，住不下海上僧一个屎。你要说小西天的粪怪，可绝不止这一处。比方说打损居士精魄这地方，一个精英损居士，外加一个普通的双刀怪物，俩粪怪合体打配合，我是真的服了。这次倒是没开风铃月影，但也是把所有资源都打光了，才算是把这个地方给打过去。好，我们沿着刚才的路一路走，从山洞内能看到一尊悬空的佛像，这尊佛像便是陕西蓝田水洛庵的孔雀明王。不仅后边的羽毛还原了，连下方的孔雀都还原了。从山洞里走出来，道路两侧的造像便是我们之前说过的重庆大足石刻护法神龛，这次把8个造像都给还原出来了。如果要看详解，可以看我大足石刻的那4期视频，这里不再赘述。然后我们先说这条岔路，因为我听说这边有宝箱，在找到宝箱之前，我们先来看看附近的造像。没得说，继续顶着空气墙航拍吧。先看这个位置，它仍然取景自蓝田水洛庵的孔雀明王，只是换了个角度。另一边这2尊风化严重的，则取自四川安岳千佛寨，连后边的千佛小龛都给还原了。风化成这样了还能认出来，厉不厉害你徐哥？而宝箱附近这一组则同是四川安岳千佛寨的素材复用。第1、第2章都说过，这里不重复说。山洞的深处还有一座面相凶狠的观音像，它取自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的马头明王造像。仔细对比后发现，两者头顶的火焰纹形状、3头8臂的特征，以及莲花宝座，甚至背后的飘带形状，全都是一模一样的。这个素材曾被反复复用，之前我一直找不到原型，今天总算是挖出来了。而后面这个场景则取自重庆大足石刻宝顶山中观无量寿佛经变相中的上半部分，游戏里被埋了大半截，现实中当然就好多了，可以看完整的版本。
这个不用对比了，可以说是一模一样。各位如果要看详解，直接回看我过往的大足石刻视频就好。而打赤发鬼精魄的这个地方，两侧便是蓝田水陆庵的天王立式造像，前方则是多次复用的山门建筑，这里不再赘述。然后我们就该进入剧情片段了。这里弥勒佛变成个小和尚，让天命人和猪八戒在附近拜4尊弥勒像。本来弥勒就是未来佛，未来拜。不过拜佛之旅我们还是下期节目见吧，因为这个院子实在是要素过多，要放在这期视频里那未免就太长了，我坐着累，你们看着也累，还不如多分几期，主打一个短平快，大家都轻松，岂不美哉？话说小西天的体量是真的大，怎么到现在还没到黄梅的大雄宝殿呢？不知下期节目我们能不能到那边呢？各位敬请期待。